各位设计家以及挖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 Wesley， 我们今天又来出任务啦。在我右手边是我们的整理师的极简之路，我们的美女收纳老师布雷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师布雷尔。是的，布雷老师就是其实我们上次在办了一个活动，叫做冰箱收纳嘛。对啊，那别冰箱收纳，我们就全台湾收了好几百件的那个收纳的那个，你看过了所有里面觉得怎么样？对，就是看了大家的照片之后，我发现大家的冰箱都是异次元空间的。异次元，其实我觉得冰箱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所有的食材或者是所有我们要保存的物品，其实只要是都要透过冰箱来做。如果冰箱没有整理好，或是收纳不好，它就很有可能造成食材的浪费，或是就是可能会吃到不健康的东西。所以健康这件事情都跟我们的冰箱有关，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即将要进入我们的屋主陈先生家，听说他的冰箱也是非常恐怖。好啦，那我们今天就直接目击现场喽。好，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进来吧。哎，你懂？哎，嗨，陈先生。你好。我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啊，因为那个冰箱里面啊，就是有放很多开的就一定要冰的调味料。它瓶子的就是那个高低或大小都有差，所以收起来的时候会蛮麻烦。然后还有那个隔板的高度啊，它冰箱里面就是都已经固定好距离。有些时候那个东西像酒瓶类的比较高就没办法直放，但是如果横放的话又会滚来滚去，然后会有些碰撞，也是蛮麻烦的。然后最后可能还有那个门边啊，我们通常都会放饮料啊，或一些小东西，但是因为门边很浅，有些时候放东西可能会不小心太厚，门就会关不好，所以能放的东西就也不多，所以想要请教老师这边要怎么解决？那布莱老师就是刚刚听完屋主的，就是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物品全部下架了。对，那稍微帮我们这之后会要做哪些事情？这样下架之后呢，建议大家可以先做一个初步的分类。做初步分类。对，像我们这边就是冷藏的，那冷藏可能又分蔬菜、水果，然后一般的食材。是。对，那这边呢可能就是冷冻，冷冻会有肉类啊，然后火锅料，或者是一些比较细小的水饺、蛋饼之类的。OK。那这边呢都是瓶瓶罐罐的。对，瓶瓶罐罐可能会分饮料跟酱料，所以我们先把饮料都这是饮料区。对，然后比较矮的可能会是酱料，酱料就会放在这边。酱料区。那这一区是我们的 Play by Play 提供的漂亮的收纳盒哦，这一次是我们的赞助厂商嘛，对不对？对。那它是这一次呢，厂商有赞助我们，就是说你只要在我们今天的直播下方留言，你只要留言我想要冰箱收纳神器，对，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抽到我们可以送10组的。就是随机会抽送这个冰箱的收纳的保鲜盒给大家。那另外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你只要在6月9号之前，你上 Play by Play 的官网，如果你有输入 Search Home， 然后呢，你就可以免费9折的优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哦。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干爹。好了，我们还要回到正常的部分来讲，就是那刚刚有提到的这些收纳，我们已经做好了分类的部分。对。那我们要开始怎么进行呢？接下来呢，我就会依照它食材的类别，然后把它放到合适的收纳盒里面，然后最后我们再一起上架到冰箱中。没问题，那就我来当布莱老师的小助手，没问题。再麻烦你了。首先，我们先从冷藏区，然后蔬果类的开始讲好了。像那种芒果啊，比较怕撞，所以我们一定也需要给它一个保护网。那想请你帮我拿那个购物袋。购物袋这个吗？对，这种方方的购物袋呢，就非常的适合把我们的水果同样类型的就先放进去。是。对，这样子你也会比较好找。因为如果你直接从菜市场买回来，然后用塑胶袋装的话，就不仅看不清楚，而且也比较没有那么美观。毕竟就是塑胶袋就是这样皱皱的、白白的。对，好，那我们刚刚也有用其他的纸盒，然后来代替我们的收纳盒嘛，我们来把那个拿过来给在下方。是纸袋类对不对？对，是纸袋。来，对，别忘记要挑选这种比较方方正正的纸袋哟。这种方方正正。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好了。
这是什么？所以像这样就是算整理一对，半，就可以它这样等下就会子一区，给直接进去它就是芒果的家。而且还不错，还有保鲜盒这样子，对，保冷的效果。这个是金针菇的部分嘛？哎，不是金针菇，金针花。哦，金针花，没在下厨的乱讲话。金针花，对，金针花。对，那因为我真的，对我真的很不喜欢用塑胶袋来收纳，所以我通常都会找一个合适大小的收纳盒来装。这个是要冷藏的，对不对？对。好，那可以给我一个比较方的那个吗？这个吗？对对对，那它，对，我们这时候就会把它装进去，让它变成一个。就是这个以后就专门装这个的保鲜。那使用这个透明的收纳盒的好处也是，我们都看得到是谁，对，你就不会忘记自己有多少食材忘记。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把食材给展现出来，不然其实你放在袋子里面，你真的是金针菇、金针花，傻分不清楚，好不好？对，都会真的会忘记。对，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比较方便。对，然后又一目了然，然后你还可以确定说自己有多少的量，这样子。哦，对。这样子的话，其实这样子的保存其实是比较方便，而且也比较容易看到你自己还剩下多少备料的部分。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比如说水果类的，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是。对，那这边就是另外一个一区水果的。所以刚刚有芒果跟就是其他的水果，用这样子一袋一袋、一盒一盒的方式。没错。好，那通常蔬菜类的会大一点点，然后我就会拿一个稍微再大的盒子或是袋子把它们集中。那我们来挑一下菜们有谁哦？这真的是金针菇了。对，金针菇，真的是金针菇。这是高丽菜。高丽菜，把这种食材类的集中在一起。是。那像这种葱啊、姜、蒜之类这种调味类的蔬菜，我通常会建议说，其实你买回来就马上处理。比如说葱，你习惯用葱花，就把切成葱花，也是用小保鲜，对，是这种保鲜盒里面。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保存。然后你要做菜的时候，你料都备好，你就可以直接拿出来使用。是。对。那这也是放在这边。好，我们就先把它集中在这边。好的。还有，好。这是。它是乳酪，好，这种也要冷藏的，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这也是冷藏类的。就是它是不是煮的菜？它可能就是食材，像这种豆腐。对，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一起。那在收纳这种东西的时候，有个小诀窍是，有没有发现我们都是让它站起来，直立式的收。对，因为我们可能会收在抽屉里面，那拉出来，如果它是直立的，我们就可以俯瞰到底有多少东西。如果你压在下面的话，你就会忘记下面的到底是谁。了解。所以说，像我们的摆法是这样子直的摆，它插着。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上次有介绍过那种衣服的收纳，它其实也是直的，我们才会看得到它的实际的一个效果。然后没错，而且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直接把它抽起来就好了，拿起来这样是比较方便。对，就比较方便。然后有新的东西你也直接放进来，就会方便很多。是。好，那再来我看到了一盒的蛋，我们这次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收纳神器要介绍给大家。来，我们拿那个蛋盒，黑色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它上面就直接写了蛋盒。对，它就是 egg box。然后看到以后，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用法是像这样子，对，然后你的蛋就可以放在这里一格一格。所以像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蛋一个一个放。对，因为通常就是我们在外面买的蛋盒都比较浅嘛。对。对，那我们先把它放进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神奇的效果。来，好，就是蛋它自己有一个夹了嘛，然后我们合起来之后呢，它可以在里面被收纳得很好。然后它上面有一个这个小刻度，可以去记录说可能是你哪一天买回来的，比如说今天是15号好了，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对，你就不会不小心把蛋放得太久，然后放到忘记或是放到过期。所以它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刻度，那这个刻度的部分的话，它其实就是可以去记录哪一天购买，那你也可以知道说，因为蛋还是要保持新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是比较好，而且顶扣扣，跟刚刚那个塑胶这样很容易就会打破。没错，然后我要讲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一盒了，所以我们是可以让它直立着收纳的，就不会占太多的空间。所以它可以像这样子把它摆在旁边，把它立着，对，然后看你的层板的高度，或许你可以摆横的，对，因为不然原本的蛋盒啊，它原本它就是这样子矮扁的，可是你又不好堆叠，对，所以你放进那个冰箱里面，你就会觉得层板上面的高度好像就浪费掉了，对，可是有这种蛋盒就是让它站起来。好，蛋我们整理完了，还有其他东西要整理吗？还有其他的食材粉类的部分。粉类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我看屋主的使用习惯。是。那如果你会觉得这样子一袋一袋不好看的话，通常我会建议放在篮子内，可以拿这种另外一种，对。这个大的。对，像大的。好的。因为
毕竟这种夹链袋它也是塑胶袋嘛，看起来软趴趴的，而且它就是不好收，你就会觉得它在里面好像都会东倒西歪的。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把它的家人，就是同样粉类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袋子里面。那你看，当它有个框框可以让他们都站立起来的时候，好处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对，直立式的，然后就会一目了然。我发现到布雷老师其实非常贴心的地方是，其实他会用不同的收纳架的高度去分类它所有它要分类的物品。比方说像蛋的部分，那像这种是粉类的，或者是刚刚看到的我们比较大的这一种就是蔬菜类。那如果我们是小的，我们就会用这种比较小的方形的部分。这样其实也是在冰箱，因为冰箱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里，它这样其实是比较会省到空间的地方。是的。对，其实保鲜盒它是挑选的非常好，就是这种方方正正又透明的，是看得到的。对，那也是提醒大家说，如果在为家里的食材挑选保鲜盒的话，我们尽量都挑同种尺寸、同个品牌，然后让它尽量是同个大小的，这样它堆叠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清楚。如果你有大有小，就会不好叠。对，然后而且在收纳上可能也比较没有那么方便。理解。对，尽量都是一样的。再提醒观众朋友一次，如果你今天是要采买就是所谓的收纳盒的话，就尽量要买大小一样。然后这样子它叠起来的部分的话，也会比较不会就是这样层层叠叠，会有多了一些多余的空间出现。没错。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在冷藏区的部分，请大家来看一下布雷老师刚刚帮我们整理的部分，就是老师这边已经针对了水果。然后已经有做像这种大的芒果啊，然后这个葡萄等等的类似这样，它会用一个一个的来做。然后像是属于大型的蔬菜，会用比较大的盒子。其实呢，老师也是把这种小盒的东西也放在里面哦。袋中袋就不同的小分格。然后呢，如果是这个是属于粉类的，它比较高的，一定是用这个方，就是把它立开。然后这个是零食区。然后如果保鲜盒的部分，你可以一盒一盒的，刚刚提到的很厉害的蛋盒，它也是可以有一个布置的一个位置，对，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重收冷藏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冷冻。对。冷冻的部分有什么诀窍吗？冷冻部分的诀窍其实跟冷藏的部分差不多，也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分隔。那这次对冷冻的区域的挑选呢，我挑的是那种比较一致的，对，比较一致的，大小全部都一致的这种保鲜盒。是。好，那这个保鲜盒它的特殊之处是它下面有这个波浪状的。对，为什么会做这个波浪？对，就是可以，如果你真的有水分的话，它会集中在这里，然后就不会进到食材。了解，就像这种我们肉品类的东西，它可能会冰完之后它会有血水，对，那它就会在这个波浪的地方，它就会在下面。没错，对。好，那我会尽量就是因为冷冻的东西呢，就更容易，就是我们可能只拿部分出来退冰，其他都还留着。然后大家通常都会拿这种夹链袋，或是也就是塑胶袋包一包就收了。是。对，那我们就尽量就是也是一样，拿着盒子，尽量把它们分在不同的地方。是。好，那我们先来把肉先挑出来。好的。好，它的肉材非常的多，很多哎。对哦，然后它有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真的要冷冻，然后包在这个保鲜袋里面的话，我们先要把它压扁，是，然后再把它冰进去，它至少就可以变成这样子立起来一个，就不会一坨。对，就是不会像比较像一坨的，对。可是好险它也是扁扁的，我们就尽量让它保持扁扁的，它就比较好放在篮子里面。那我们来拿这种篮子试试看。来，对。一样就是把它排在不同的篮子内，是，对，然后肉类这样子就会比较清楚了，比较整齐，对，比较整齐。然后像这种比较形状特殊的，我们就会找一个缝缝，也是让它插着，对，这样子至少会比较好看到。而且发现布雷老师的手法其实都是非常一致的，他一定会把它立起来，然后让他自己马上要找到肉品的时候，可以瞬间马上就找到。然后整理师最喜欢让东西都站起来。好，那大家的冰箱想必也会有这种蛋饼啊，或者水饺这种大扁扁的东西，这种虾饼啊，对，虾饼。那你知道我最喜欢拿什么东西来收吗？资料盒。资料盒，噔噔。对，这种东西除了拿来收文件之外，我最喜欢拿来收食材了。是，它可以这样子。哦，整个其实就直接把它立在一起。对，你就把它当做是一张一张的 A4 的资料一样，就把它放在里面。这样其实也是蛮明显。如果要翻，就像我们平常在办公室里面要找资料，就咻咻咻，马上就找到。文件出来这样子。是。那如果说你的冰箱的高度没有办法放这样子的话，没关系，我们也可以把它倒下来。对，它就是像一个层板一样，让你层层堆叠的时候也不会就是堆得太高会倒下。就是如果你有2个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叠，就更方便了。没错。其实真的利用这种我们平常的那种办公室或者是就是小物件来去做收纳，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
方便，非常方便的做法。是。好，那像这种只吃到一半的呢，炸鸡块，对我就会拿我们的保鲜盒来装了。保鲜盒是这个。对，来，我们来把它放进去，就会很美丽。对。不如等会就我们来气炸一下吧。真的哦，等下下工可以吃点心。是啊。对。因为其实啊，冰箱它就是一个有吹冷气的柜子。对。对，其实所以它的收纳的技巧跟其他的柜子也是差不多。是。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尽量让食材都是一目了然的状态。对，不要让它放在袋子里面看不见。如果食材被放到过期，那才是真正的浪费。其实真的是，我觉得食物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要趁新鲜，赶快把它用掉、吃完，这样子，避免这样才不会食物浪费。说到曹操就倒。他是谁？是被放在塑胶袋里面都看不出来是谁的那个东西。这上面哦，这上面 N 墙啦。N 墙好，那我们就尽量就是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冰好的话，就是变得顶扣扣，然后一坨在那边，你要放哪里都不是。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准备好的收纳盒里面，对，让它变成是形状跟其他人一样。这样子的话，它在冰箱本身的空间当中，对，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叠在一起，叠放，然后让它规格化，是，你就不会觉得每个东西都长得不一样，然后摆这样子。然后如果就是如果还没有拆封的也没关系，一样可以把它放进去，对，像这样子，对，这是规格化。出现了姜是刚刚那边，对，姜是刚刚那边的，对。那还有就是，你看这种也是要冷冻的食材，我们就可以拿这种东西，或是对那个也可以，对。总之就是把它就是立起来就对了，规格化立起来，对，像这样子。好的，好。布雷老师，我们刚刚已经把冷冻的部分已经整理完了，稍微再帮我们再做个简单的说明好了。好，冷冻的部分呢，可能食材一次不会用到全部，所以剩余的食材呢，我们尽量都把它规格化，放在同样款式的保鲜盒里面，对，而且透明的，你也可以看得清楚，说哪一盒是哪一个。是。那因为同款的，所以我们可以叠放。收纳的整齐呢，其实诀窍是我们尽量把外形一致的摆在一起。外形一致的摆在一起。对，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扁扁的哦，对，我们就尽量把它是这个是尖的，对，这是尖的，这是有瓶盖的，是，对。那当然你在第一步的分类的时候，你要把不同的类型的分开来，比如说这是酱料的部分，这个又是饮料的部分，对。那接下来我们只要再把它排在一起，基本上看起来就会很漂亮。是。那至于屋主前面有跟我们讲到，他一个困扰是它有一些酒类，那酒类因为很高，所以它只好倒放。就是我们平常都习惯说因为太高了，然后冰箱外面都摆满了，插一个地方，对，然后就把它插进去，然后就每次会听到那个对，会滚来滚去的。对，那假设说你的冰箱门口那个门边，对，是有位置可以给这些比较高的地方，我们就尽量把位置让给他。了解。对，因为我刚刚说整理师最喜欢东西都站起来，对，不要倒着。布雷老师这边提醒我们观众朋友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这边是高的酒类的这种瓶子，超过一般的高度的话，就是建议就放在门边。对，那我们这边矮的部分的话，拿出我们准备好的收纳神器。对，收纳神器是。对，那这一款我很喜欢的部分是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小凹槽，它可以让你看进去说里面大概放了些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也可以让你比较好抽取。是。所以你看像冰箱那么深，但是我们有一个像这样子的篮子的话呢，就可以当做抽屉来使用。是。你需要酱料，你就把酱料的这一盒拉出来看，然后这样往下看，对，里面有什么就好了。是。那通常这种矮矮的酱料就很适合放在这个里面，你就可以把它排列进去。对。好。那我们先来把这种相似的呢，都尽量先排在一起。是。对，那也别忘了要留意一下那个保存期限哦。是。像我刚刚就好像有发现，嘿，哎呦，这是生果。对，它发霉了，所以在食材的保鲜上一定要定期的检视。那像布雷老师，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在食材上面去提醒自己说，我这个食材的时间已经快到期。快到期的话，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把它放在篮子里面，所以它的那个瓶盖上面可能都会有这种保存期限。对。那假设没有的话呢，待会我会准备标签机。是。对，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小标签来提醒自己说，它大概你是什么时候购买的，什么时候开封，或是什么时候过期。如果可以贴出来的话，会是最好的。了解。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比较低矮的部分，对，像这种就是比较低矮的那种辣椒，是不是可以用这种？对，像这个我也很喜欢，它是一个比较矮的，像托盘的部分。托盘式的。对，托盘的部分呢，可以放一些你真的比较常用的东西。是。那像这种比较低矮，你担心说进到收纳篮里面会看不见的话，那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哦，所以像这种小罐子也是适合放。其实也可以哦，对，你可以去根据它的高度还有它的形状去找合适搭配的收纳篮。那接下来布莱老师，我们大概整理完全部的分类了嘛？对。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把这些食材全部要上架，上到冰箱去。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上架吧。好。冰箱开箱，我们已经整理完了，对不对，布莱老师？是的。那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因为我刚刚看了就所有的过程，我觉得哇塞，天哪，这整理完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说，请布莱老师来这边，大概帮我们再重新介绍一下我们整理进去之后的所有的结果。好的。因为呢，整理还是会根据你的物品还有它摆放的位置有所调整。是。那我现在的配置是像这个样子的。好，首先第一层呢是我们最常拿进拿出的东西，最常拿进拿出的东西，对，所以就可以把比较小的啦，然后就放在这个罐子里面。哦，刚刚的那个分类的部分。对，然后你看这个饮料罐就可以刚刚好放在这里面。是。对，那因为葡萄比较怕压，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会比较安全。比较怕压的部分，刚好可以利用冰箱的结构，它比较硬，然后刚好放在那个位置上面去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让拿取的人其实跟食物保存也是比较好的。对，好，然后呢，第二层可能会放一些隔夜菜。隔夜菜。对，是就没有吃完的部分，要把它放到上面去的地方，因为我们从上往下看嘛，对，知道说这个地方是隔夜菜，那为什么旁边那边是空的呢？好，冰箱呢其实最好的话是放8分满，我们必须要留一点点的空间给那些你隔夜的菜啊，或者是你煮然后还吃不完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留空的区域。是，对，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退冰，先从冷冻库拿下来的东西，你必须要还有个转场区，对，才不会每次就是没有位置，那只好就乱塞，这样冰箱很快就乱了。了解。所以其实呢，我们留了一个空白的地方。对。然后呢，这个部分其实是当做是我们的一些食物，就是可能准备材料，或者是说我们吃完剩下没有冰的地方，那我没办法保存的地方，我们就先放在这个位置。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就是所谓刚刚讲到的所谓的一个转场空间。对，转场的地方。是。好，再来这一层呢，可能就是放需要保存的食材。是。对，那我们刚刚已经把一些本来比较零散的食材都装到同样款式的盒子里面了。对，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放这些收纳盒或者是保鲜盒来放我们的干货食材。干货食材，其实这样子摆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整齐，而且如果你一看，如果你想要拿任何的东西的话，其实你就直接把它拿起来就好了。奶油啊，刚刚的金针花等等的，类似像这样就可以直接来取用。没错。然后刚刚我们也有介绍的就是横式的放法。对，这样和横式的放法。那由于屋主他非常多瓶瓶罐罐的东西，
西，那他跟我说他的酱料其实是比较少取用的，所以我选择把酱料放在这里。是，对，那刚好呢，我们 Play by Play 提供的资料盒是非常坚固的材质，所以其实你也不用怕放太重的这种酱料罐。是，对，那横放的话呢，像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他刚刚所说困扰的那种瓶瓶罐罐会在里面滚来滚去的问题。是，而且我发现到布莱老师还蛮贴心的，因为你会把那个瓶子的大中小的部分，其实也有去帮他做一个配置。对，这样就不用怕它滚来滚去，然后其实要拿取也非常的方便，不会影响到其他人。没错，最旁边就是我们刚刚介绍非常优秀的担架。对，担架，你看它直立式收纳是不是就很省空间？对，刚好就是这样直的，可以在空的地方去把它放进去。对，好，那最后下面呢放的就是那种真的很备用的东西，比如说像粉末，或者是我们的酱料，对，就可以集中在这里。那因为我们的外观都有贴上标签了，所以你也不用怕东西找不到，因为都已经分类好了。是，然后最下方的话就是我们的蔬果食材区，对，蔬果食材区就我们刚刚整理的那些蔬菜啊、水果啊等等的部分。那会建议说，从菜市场买回来之后呢，我们把塑胶袋拆掉，然后放到比较硬挺的这种纸盒，而不是塑胶袋内，看起来会比较整洁。了解。那我们这边介绍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门片的区域。刚刚有提到的屋主家的酒好多啊。对，因为他比较常拿这些东西，所以就尽量放在好拿取的位置。那我的配置是这样子的，就是饮料比较高的就可以放这个最多空间的地方，是高度也比较适合。对，高度也比较适合。那接下来稍微矮一点点的饮料就可以放在这里。是，对。那这里呢，我规划的叫做早餐区。早餐区，对，有奶油啊、果酱啊、花生酱之类的。是，对，就是你吃早餐会配到的东西都在这里了。那布莱老师那边有一个小盒子，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小盒子也是 Play by Play 购入的，非常的可爱。其实我们冰箱那边会有一种非常细小、非常琐碎的小酱料包，像这种东西，对，丢了可惜，可是放着放着又不知道放到哪里去。对，这个小盒子绝对可以帮助你。它刚好挂在门片，对，它后面有个挂钩，可以放在你的门这边。是。那除了这种小酱料包之外，家里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强力胶，是，对，或者是小朋友那种塞剂，是需要放在冰箱内的，可是它又非常的细小，那这个东西呢就可以当做他们的家，就会非常的好找好拿。而且因为它其实是直接就挂在门片上，所以如果你要拿取，也不用在那边东找西找，对，就不用翻来翻去了。是，这真的是一个蛮贴心的小物。是的，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为了要让冰箱整齐，我们尽量去包装。是。对，那像原本起司呢，它是放在这种散散的包装里面，你可能拿了一半，另外一半还在这里，它就皱巴巴的。对。那其实如果不介意，或是你常吃完的话，其实你把它拿出来，是可以比较看得出来说你还剩多少库存的。对。对，然后这样子摆，其实也是非常好拿取。对。那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些小技巧，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把包装拆开。是，那我们在冷藏区的部分已经处理完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冷冻区域。好。冷冻区域，刚刚我们把所有的肉品全部都整理起来，看起来非常的整洁。对，是不是很惊人？对，我们把这个不同的篮子就专门放不同的食材。那如果你有很多重复的话，其实也可以像这样子，是一样是非常好管理你的库存的。是，对。那像这里就是放的都是火锅料，对。那这边呢就是一些你看原本放在保鲜袋里面的肉品，它这样皱巴巴的不好看，其实把它装起来，就是让它规格统一，直接一拿它也可以蛮明显的知道要找到哪些东西。那门边的部分呢？门边的部分，因为它有非常多细碎的小食材嘛，然后都是一袋一袋的，这样其实不好找，也不好拿。是，对，所以我们把它一样分门别类的放在盒子里面。那待会呢，我们也是在上面贴上标签，对，它就是很好找了，而且这个放在这里非常的刚好。是，对。好的，那想再请就是布莱老师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稍微介绍，再简单的一个浓缩，再告诉我们说，到底冰箱收纳到底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特别注意什么？哦，首先就是一定要先分门别类，一定要分门别类。对，然后呢，冰箱它是它不能当做储藏室哦。记得不要把冰箱当做储藏室啊，各位。对，要定期的检视里面食材有没有过期，我们尽量吃最新鲜的东西，才能照顾身体。没问题。对，好，就是要留空。对，让你的食材有这个进进出出的这样子。好，再来就是我们尽量把相同规格、相同外形的放在靠近的地方。是，对，比如说瓶瓶罐罐就放在一起，
是罐头的就放在一起，是然后盒装的放在一起，是像这个样子。其实刚刚布雷老师有特别就是一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规格化这件事情，其实在今天的收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对，我们不管是你把相关的分类把它做一个规格化，同时间如果你在做收纳的时候，你利用各式各样的收纳柜，然后呢，就是可以把它去做一个规格化的整理。那这样摆起来的话，其实也会看起来非常的整齐。你要找或搜寻你要用的东西，甚至你的食材的所有的优先顺序，你都会透过这样子规格化的方式来去可以很快速的去找到你的冰箱的整个收纳的一个重点，这样子。没错，是的。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观众朋友们提醒哦，今天只要在我们的影片下方如果有留言，在下方留言，我想要冰箱收纳神器，我想要冰箱收纳神器，我们就会送出 Play by Play 的所有的冰箱那个保鲜盒，好，冰箱的保鲜盒。好，然后总共有10组哦，总共有10组。好，那另外的话，就你只要上 Play by Play 的官网，好，你只要在6月9号之前，你只要输入 search 后，然后呢就可以有9折的优惠哦。哇塞！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就是布雷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样子带给我们非常多就是冰箱收纳的一些非常多的技巧，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可以就是收获良多。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再带给我们更多的收纳的一些小技巧。好，没有问题。谢谢布雷老师，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拜拜。拜拜。